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同在。今天呢，我們繼續來跟大家分享以利亞的故事。關於以利亞的故事呢，我們已經分享了2期節目了。我們提到以利亞的出場就很特別，因為以利亞呢是聖經中一個偉大的先知，但是沒人知道這個人是從哪裡來的，也不知道這個人的背景是什麼。這就很有意思，好像以利亞這個人就是憑空出現的一樣。然而以利亞的出現緊接着就是帶來了災禍，就是3年多的大饑荒。所以呢，當時的國王亞哈覺得以利亞就是一個災星，就是一個烏鴉嘴。那麼以利亞對亞哈說，我不禱告，那麼這地上呢就不會降雨。所以呢，後邊的故事就接續前面這樣的一個開端，就繼續下去了。我們上期節目中呢，分享以利亞來到了撒勒法，那麼在這裡呢，有一個寡婦家來供養他。說是寡婦家來供養他，其實寡婦家什麼都沒有。寡婦家的麵和油只夠他跟他的兒子吃最後一頓飯了。然而神蹟出現了。這一家人呢，就這樣一頓一頓的吃，罐裡的麵呢沒有減少，瓶裡的油也沒有用完，所以這一家人呢就這麼相安無事的繼續生活。要知道那幾年可是災荒，災荒遍地的流民，到處都有餓死人的。路加福音中記載，當時的以色列有許多的寡婦。許多的寡婦是什麼意思？就是他們家的男人死了，也就是側面的說明當時死了很多的人。然而就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他們靠着神蹟就活下來了。原本呢，他們就以為可以這樣的生活下去，但是呢，又出事了。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原本呢，我是想跳過這個故事，直接分享後邊以利亞直接上加密山。但是呢，我覺得中間這一段呢，也是很有意思。那麼不知道今天呢，能說到哪裡？我們呢，就一邊說一邊看，看看今天呢這一期節目能說到哪裡呢？我們就說到哪裡。那麼我們首先還是來看今天的經文，在列王記上的第17章的第17節到24節，我們暫且呢先看這一段。今天我手上是新譯本聖經，如果你手上是和合本聖经，我們可以對照着看。我們首先還来看這段經文都說了些什麼。列王記上第17章17到24節，這些事以後，那婦人，就是那個家庭的女主人的兒子病了。他的病情十分嚴重，以致呼吸都停止了。於是婦人對以利亞說，神人哪，我跟你有什麼關係呢？你進到我這裡來，使耶和華想起我的罪孽，殺死我的兒子。以利亞對他說，把你的兒子交給我吧。以利亞就從他懷中把孩子接過來，抱他上到自己所住的樓上去，放在自己的床上。以利亞呼求耶和華說，耶和華我的神哪，我寄居在這寡婦的家裡，你也降禍與他，使他的兒子死去嗎？然後以利亞3次伏在孩子的身上，向耶和華呼求說，耶和華我的神哪，求你恢復這孩子的生命吧。耶和華垂聽了以利亞的話，孩子的生命果然恢復，活過來了。以利亞把孩子抱起來，從樓上下到屋子裡去，把孩子交給他的母親。以利亞說，看，你的兒子活了。婦人對以利亞說，現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着你的口所說的話是真的。那麼這段經文所記載的就是
婦人的孩子死了，那麼以利亞呼求耶和華，耶和華顯神蹟，又讓這個孩子復活了。應該說這是聖經第一次死而復活的神蹟。當我們看新約聖經的時候，你會發現新約聖經中有好幾個耶穌叫死人復活的故事。那麼在舊約聖經中，這是第一次出現，所以這也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死而復生的神蹟。那麼今天我們回看這段經文的時候，這段經文告訴我們的重點是孩子死而復生嗎？如果這段經文的重點是寡婦的兒子復活了，那麼這段經文又要告訴我們什麼呢？帶着這些疑問，我們還是回到今天的經文。那麼以利亞住在寡婦的家裡邊，那麼他是一個寄居的人，那麼寡婦家本身也不富裕，因為糧食不夠吃嘛。但是借着神所彰顯的神蹟，他們活了下来。那麼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下，突然間出現了這樣的事情，也就是寡婦的兒子生病，而且病得非常嚴重，以至於呼吸都停了。呼吸都停了是什麼意思？就是死了。那麼這裡邊我們不禁要問，那個家庭的女主人兒子病了，而且病得十分嚴重，那麼剛病的时候為什麼不找以利亞呢？病加重的时候為什麼不找以利亞呢？等他的兒子病死了，已經沒了呼吸了，才想起來找以利亞。所以可以說這個婦人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有些遲鈍的。也就是說，他的兒子病了還沒死的時候，你為什麼不來找以利亞呢？非要等到自己的兒子已經死了，覺得呢已經沒有任何的辦法了，才想起來找以利亞。但是呢，這個婦人找以利亞的時候說的這些話倒是很有意思。他說什麼呢？他說，你來到我這裡來，讓耶和華想起了我，不僅想起了我呢，還想起了我曾經的罪。我的兒子就是因為這件事情死的。言外之意就是說呢，如果你不來，我兒子不會死。就是因為你來了，那麼神呢一直還照顧着你，因為你是神人嘛。神人就是当時稱呼這種先知跟神很靠近的人的一種稱呼。也就是說，在当時的人眼裡邊，神人相當於神的先知，神的僕人這樣的意思。也就是說，就是因為你来，耶和華才盯上我們家的，盯上我們家了，就想起了我曾經的罪，所以呢，我兒子就死了。那麼從這個角度來看，第一，婦人呢，她是有悔改之心的，她知道自己在神眼中是罪人。那麼今天很多基督徒连這一點都做不到，覺得自己很好，他不覺得自己是罪人。那麼起碼這個婦人呢，她知道自己曾經的罪孽，但是呢，她知道自己曾經的罪孽，但是卻不懂神對待罪孽的原則是什麼。她以為神想起了她的罪孽，所以殺死了她的兒子。所以呢，婦人有她屬靈的一面，但是呢，她卻不懂真理。其實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這樣的一個狀態。你說他屬不屬靈？他也很屬靈，他也很會禱告，他也經歷過一些神蹟奇事，但是呢，他就是不懂真理。當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不知道這件事情是不是出於神。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所以呢，很多时候就誤判了神的作為。那麼這個婦人在這裡，雖然她很屬靈的知道自己曾經是有罪的，但是由於她不懂真理，她以為這個罪
導致了他的兒子的死。那麼婦人呢，把兒子帶到以利亞這裡來，把這件事情呢丟給了以利亞。那以利亞怎麼辦呢？以利亞的回答就是把兒子交給我。然後呢，以利亞就把這個孩子抱上樓去。那麼我們在這段經文中可以看到，其實以利亞沒有跟婦人跟孩子生活在同一個房間裡，而是生活在楼上。那麼是不是单獨一棟樓呢？理論上應該不是，很有可能呢就是一間房子裡邊的閣樓。因為後面23節中，孩子復活以後，上面說以利亞從樓上下到屋子裡來，也就是說呢，以利亞所住的房間跟這個屋子是通的，但是呢，以利亞是單獨住在閣樓之上，母子2個呢單獨是住在樓下。因為孤兒寡母，這個寡婦的孩子很小，說明寡婦呢很可能是很年輕的。那麼這樣孤男寡女在一起，這是很大的試探。以利亞跟這個婦人在一起生活了起碼呢有1年多的時間。那麼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下，以利亞能夠獨善其身，這也是很不容易的。那麼我們把話說回來，以利亞把孩子抱到楼上，他要做什麼呢？他要向神禱告。其實以利亞的禱告，我認為是這一段聖經的核心。那麼也許大家不認同，可以聽一聽我的出發點是什麼。那麼以利亞把孩子帶到楼上，然後呢就向神禱告。以利亞是怎麼說的呢？耶和華我的神啊，我寄居在這寡婦的家裡，你也降禍與他，使他的兒子死去嗎？很多人覺得這句話是一個疑問，是以利亞在問神。因為前篇婦人說了，是耶和華想起我的罪，讓我的兒子死。就是因為以利亞來到他們家，才導致這件事情。那麼這裡邊以利亞向神的呼求，或者向神的禱告，就是耶和華我的神啊，我寄居在這婦人家裡邊，然後你讓這個孩子死嗎？那麼很多人覺得這就是寡婦在問以利亞，以利亞又把這個皮球踢給了耶和華。也就是說，寡婦問以利亞，是這樣的嗎？那麼以利亞又問神，是這樣的吗？其實呢，我認為這樣的解讀是不对的。其實我覺得這句話以利亞在問神的時候，這種語氣是比較肯定的，而不是一個疑問句。是以利亞清楚地知道這件事情不應該是這樣，所以他對耶和華說話的語氣應該是，神啊，我來到這個寡婦的家裡，我寄居在人家裡，他的兒子卻死了，這件事情怎麼會是這樣呢？如果我到他們家來寄居，最後呢，他的兒子死了，那我怎麼交代呀？這件事情說不過去呀。所以在這裡，以利亞是在非常肯定地向神表達這件事情不應該這樣。因為這個孩子的母親，也就是這個寡婦，她是不懂真理的。但是以利亞是懂真理的。以利亞從他對神的認識，能夠判斷這件事情不應該是這樣。所以從這件事情以利亞的做法，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期的以利亞已經趨向成熟了。也就是以利亞通過神這1年多甚至2年左右的這種試煉，以利亞逐漸變得非常的沉穩，或者可以說以利亞通過了神的試煉。那麼說到這裡，可能有些人會講，那麼如果你這樣來判斷這件事情的話，當然了，後來孩子復活了，所以你是知道以利亞後面做的对，所以呢才去推
以利亞前面做的也對，那麼你這完全是用結果來解釋原因。那麼以利亞是先知，以利亞是屬神的，以利亞做的就一定是对的。所以呢，你知道以利亞做的是对的，或者是說呢，你从以利亞做的一定是對的，或者以利亞說的一定是對的这樣的一個角度來判斷以利亞說那句話的意思。真的是這樣嗎？如果你往後面看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其實以利亞這個人的性格跟我們普通人是一樣的。以利亞不是做每件事情都是對的，以利亞也不是說每句話都是对的。那麼從第18章開始，以利亞就上迦密山跟450個巴力的先知決戰，而決戰之後到第19章，以利亞就犯錯了，而且以利亞說了很多不該說的話。所以我從來沒說以利亞說的就都是對的，我也不會按照這個角度來理解聖經，只能是說以利亞此時此刻他覺得是神安排他到這個寡婦家，也是神讓這個寡婦一家來供養他，這一切都是神安排的。那麼大風大浪都過來了，最艱難的日子都過來了，大家呢就等着這次的災荒過去。那麼為什麼他的兒子在這個時候會死呢？也就是前面的大風大浪都過來了，為什麼在這個小河溝裡能夠翻船呢？並且從以利亞的角度來說，我既然寄居在他們家，然後呢他們家的孩子卻死了，發生這麼大的事情，這是不應該的。從以利亞的角度來說，他沒法面對這樣的事情，没法面对这個家庭啊。所以以利亞在這裡邊，他內心是肯定的。他說神吶，不應該是這樣的，寡婦的兒子不應該死啊。所以呢，以利亞才有這麼大的信心向神禱告，求神說讓這個孩子回來吧。神呢也垂聽了以利亞的禱告，所以呢孩子就復活了。那麼通過這件事情之後，不管是以利亞還是這個婦人，他們對神的認識都更進了一步。那麼這個婦人也清楚地看到了以利亞真的是一位先知，那麼神借以利亞所說的話也的確是真的。那麼我們講，以利亞此時此刻是為了逃難，因為亞哈正在滿世界的找他，但是亞哈怎麼也沒想到，以利亞竟然跑到了他老婆的老家，那個敬拜邪神巴力的最核心的地方。他怎麼也沒有想到以利亞竟然跑到那裡去了。而這個時候呢，神也奇妙地借着以利亞拯救了婦人一家。所以即便這個婦人生活在一個非常糟糕的環境，因為那個國家就是拜巴力的，這個國家的國教就是拜巴力，但是呢他敬畏神，神也會差派他的先知來拯救你。所以為什麼耶穌說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只要你敬畏神，不管你在哪裡，神都有辦法救你。但是呢，如果你不信靠神，即使呢你生活在一個最敬虔的環境裡，神也沒有辦法救你。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好了，原本呢還以為會跳過這一段直接上迦密山的，那麼這樣呢我們下期節目再上迦密山。好，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這裡，同在，我們下期見。